10月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把对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延至明年1月12号。接下来，商务部也将根据调查情况，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 ECFA 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那么，此举引起岛内各界担忧与高度重视。岛内业者痛批 ECFA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民进党当局就是罪魁祸首。来看报道。 今年4月12号，商务部发布2023年第11号公告，决定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10月9号，商务部再发布公告表示，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2条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的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即本案调查期限截止日期为2024年1月12号。 深圳卫视注意到，自今年4月起展开调查后，商务部发言人曾在8月17号透露，初步调查显示，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涉嫌违反世贸组织关于非歧视原则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等规则。未来将结合贸易壁垒调查情况，依据有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终止或部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 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相关税收优惠。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苹果，你可以吃到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就是没有大陆苹果啊。那如果台湾不做调整、不回应啊，那可能就会联动到 ECFA 了。2010年6月，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署了 ECFA。ECFA 是为推动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及自由化达成的特殊安排，其生效与实施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多年来，大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了 ECFA 的生效和实施。 因为我们要客观看到 ，ECFA 的签署其实有着9·2共识和一中原则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其实是大陆向台湾社会表达的一种善意。对于 ECFA 的讨论，应该要进一步的深入，应该要认真思考，善意的彼此释放，善意的相互的互动，是不是一个未来两岸关系必须要考虑的重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日前发表题为“废了 ECFA， 台湾剩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 ，ECFA 自2011年生效以来，已为台湾521项工业产品及18项农产品的输入减免了逾28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4亿的关税。一旦 ECFA 被终止，受损的不只是台湾的石化、纺织、工具制造等行业，也会冲击到整体产业，给台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贸风暴。 对此，岛内工商界、学界人士予以高度重视，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降低与大陆的对立，并有效处理两岸经贸争议。就是早收清单，大概折合美金大概是200亿美金的贸易额。当时我们在推这个 ECFA 的时候，它的就锁定在石化产业、纺织业、台中的工具机，然后还有包含农产品。 所以，如果一旦 ECFA 被中国大陆宣布终止的话，这些产业马上就会面临很大的冲击了。对这些产业来说，这个影响算很大。但上台后却不敢兑现承诺，绝口不提废除这颗所谓的糖衣毒药，因为 ECFA 涉及大量台商利益。更为恶劣的是，蔡当局拿着 ECFA 的好处，又拒绝兑现 ECFA 对大陆企业的优惠条款，未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地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了大陆企业的利益。目前，台湾地区对大陆禁止进口的商品高达2000多项。商务部4月份调查立案时，涉及产品2455项，在调查期间调整至2509项。蔡英文以前把 ECFA 说的一文不值，快结束了，好像他也没有喊卡。没有。 在大陆的认可下，2002年1月1号，台湾地区以台湾、澎湖、金马、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成为 WTO 的正式成员，但台当局却拒绝遵守 WTO 贸易规则中应该对成员采取一致待遇，要允许就全部允许，要禁止就全部禁止的规定，对大陆商品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 在近2年来，岛内闹得沸沸扬扬的蛋荒问题上，台湾选择从美、日、澳等国进口，却禁止近在咫尺的大陆鸡蛋出口至台湾。观察指 ，ECFA 当年签署的政治基础是9·2共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却拒不承认9·2共识，而是一味的以美谋独，在两岸民众之间制造矛盾、挑动对立，致使两岸关系大幅倒退，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但是因为 ECFA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
单向的对台湾让利的一个，就对台湾输血。可是对台湾输血了这段时间之后，原本中国大陆期待的善意哦，恐怕在这些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对中国大陆的善意在大幅的降低。那更不要提到说，你今天民进党政府从 ECFA 赚到了钱，赚到了好处，然后投到了美国的怀抱，拿这些钱去买美国的武器，然后来作为美国的这个尖兵，作为美国的打手，这对中国大陆是情何以堪呢？有分析认为，一旦 ECFA 失效，将直接造成台湾出口减少超200亿美元，岛内石化、纺织和机械产业将是受伤最大的。这些产业占据了 ECFA 早期收获清单项目的61%。台湾国军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明德表示，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企业拿到的订单锐减，已经连续13个月萎缩。倘若 ECFA 生变，势必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打击。曾在马英九时期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高长，近日在台北出席研讨会时表示，台当局应重视大陆方面的调查，应该认真回应大陆方面提出的清单，去适当反映，加大对大陆企业的开放，避免损害台商利益。如果 ECFA 真的被遭到了全面的禁止的话，其实就意味着两岸经贸关系会出现一个相对重大的调整，其实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象征。而这个背后所产生的更广泛面的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值得岛内民众和值得岛内政治人物深思。台湾地区2024领导人选举选战进入白话，高达60%岛内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外界都在关注蓝白合能否成功。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日前提出以5家民调作为蓝白合评判的建议。对此，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强调，不应只用民调来看待蓝白合。2024选战剩下不到100天，岛内舆论呼吁蓝白合作加快脚步，实质谈合作，向选民展现下架民进党的决心。距离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有3个月，为拉抬侯友宜选情与声势，中国国民党将自10月14号起20天内办5场万人造势。有关蓝白合共同下架民进党的热烈讨论，台湾民众党主席2024参选人柯文哲提出以民调作为蓝白合的评判依据，也就是民调比输赢，选5家民调，输的退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但可以推荐副手。所谓的蓝白合的问题就是说不然你讲嘛，总要有个比赛规则嘛。你国民党不可以说我没有比赛规则，但是我要和，奇怪，哪有这一回事了吧？民众党只希望说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样就好了。对此，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尚未正面回应。他强调，政党间很多理念要志同道合，且台湾民众有60%以上希望政党轮替，终结贪腐，因此蓝不会与绿合，只会与白合。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应只用民调来看待蓝白合，那样会搞成蓝白零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联络的管道了，我们这个管道我们会积极的去面对面，大家一起好好做好沟通。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可以开出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职位给柯文哲的条件，以促成蓝白合。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8号再回应称，希望蓝白合不会成为零和游戏，可以在达成政治联盟后再谈细节。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一定要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念，确认是蓝白合，这样我们大家为了这个理念来共同努力，共同结成一个政治联盟，将来成为执政联盟。我们确认成为一个政治联盟之后，我们可以再谈细节。连日来，多家机构民调显示，针对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仍暂时领先，侯友宜与柯文哲则旗鼓相当。非绿阵营能否顺利整合，关系着选战走向。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表示，柯文哲提出用民调来确定蓝白合方式后，国民党迟迟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导致目前柯文哲的民调反超侯友宜，这也将成为柯文哲手中的最大筹码。国民党虽然手中握有更多可以动员的地方资源，但如果提不出合理的整合方案，可能会引发民众不满。侯友宜回答的越晚，他的民调就会继续跌。是。
因为社会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搞半天都不能够弄出一个标准出来呢？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称，柯文哲连开条件，从民调输的退选到现在民调输者推荐副手等，都表明其态度日益放软。侯友宜方也释出善意，但选战剩下不到100日，千万别雷声大雨点小，必须加快脚步，实质谈合作，向选民展现政党轮替的决心。蓝白合确实是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困境。那么，我觉得这个结构性的困境，第一点恐怕就体现在其实双方的这种政治互信是严重不足的。二个最关键的就在于蓝白合最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在于对于未来的所谓的政治资源如何进行分配，恐怕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既然双方已经深入到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好，中央厅马上来连线特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表示，民调对比并非决定蓝白合的唯一方法，否则容易沦为零和游戏，并建议眼下应该由国民党与民众党以政党对政党的方式展开谈判。那对此您怎么看？我们知道，此前代表白色力量的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曾经抛出了侯柯两个人进行民调对比，输了的就退出的蓝白合方法。柯文哲之所以提出由他跟侯友宜两个人之间进行民调对决，是因为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人的民调处于半斤对8两、不相上下的状态，甚至有时候柯文哲的民调还超过了侯友宜。再加上在侯柯两个人对比民调的时候，绿营民众还一定会为柯文哲灌水，以按住柯文哲。也就是说，由侯柯两个人来对决，柯文哲的赢面比较大，可以通过吃定侯友宜来进一步吃定国民党，这是柯文哲的如意算盘。那么侯友宜回应说，民调对比并非决定蓝白合的唯一办法，否则容易沦为零和游戏。这等于是拒绝了柯文哲提出的由他跟柯文哲两个人打擂台比拼民调的建议，甚至可以说是让柯文哲碰了一个软钉子。不仅如此，侯友宜还提出了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以党对党来谈的蓝白合的建议，这无疑是在以己之长来压柯文哲之短。因为虽然在跟柯文哲的民调对比中，侯友宜并不占优势，但是侯友宜的优势在于背靠强大的国民党。国民党不仅在台立法机构内的席位远远超过了民众党，并且还拿下了绝大多数地方县市的执政权，而且当前国民党的政党满意度还在上升，已经超越了民进党。而柯文哲则面临着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毛病，也就是个人很有号召力，但民众党的影响力却远远跟不上，甚至是需要依靠柯文哲个人的声望来拉抬。在这种情况下，侯友宜提出以党对党的方式来谈蓝白合，柯文哲与民众党就占不到什么便宜。那侯友宜拒绝了柯文哲提出的民调对比输者退出的建议，最终会不会导致蓝白合破局呢？我认为，虽然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是下架民进党的最好办法，甚至是唯一出路，但是面对柯文哲咄咄逼人的政治要价和勒索，国民党也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仅在蓝白合上不能急于求成，甚至还应该在面对柯文哲的时候摆出一副无所谓、悉听尊便的态度。或许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以退为进的态度反而有助于促进蓝白合。我之所以这样说，一个方面是因为假如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赢得了明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无疑蓝白两方都是受益方，只有绿营和民进党才是最大的输家。但是具体到蓝白两方来说，柯文哲与民众党无疑是更大的赢家，因为国民党不仅要在行政权力上向柯文哲与民众党分权，而且要在民意代表席次，尤其是要在不分区民意代表席次上向民众党分更多的猪肉。我之所以这样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假如蓝白合不成，无法挑战民进党的执政地位，那无疑蓝白两方都是输家，赖清德与民进党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具体到蓝白双方来说，柯文哲与民众党
显然会输得更多。因为柯文哲不仅会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擦肩而过，而且在民意代表选举上也无法从国民党获得更多的礼让席位。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实现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的希望破灭，但是却可以利用国民党民望正在上升的势头，在台立法机构的选举中获得更多的民意代表席次。到时候，即使没有取得岛内的执政权，但是在地方县市和台立法机构选举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国民党，下一次仍然有扳本再振的机会。而民众党失去了这一次机会，这有可能面临着被边缘化与泡沫化的危机。除此之外，对于柯文哲与民众党来说，更大的危机还在于，假如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不成，那在接下来选战中，侯友宜与国民党还可以操作弃保战术，让支持柯文哲与民众党的泛蓝民众重新归队。这样一来，柯文哲与民众党就有4大皆空的可能性了。